方肯定比这儿好。你们想想，咱们每天吃的是什么呀？不是馒头就是面条吧？带头带脑，吃的人都变笨。人家每天吃的是什么呀？你说光青菜就有100多种。你听过什么是菜心吗？芥蓝、娃娃菜、西洋菜，是不是都没听过吧？吃的都不一样，人肯定不一样，更聪明。我连螃蟹都没吃过，我也没吃过。我表姐说下午这就带我去吃。真羡慕你。我表姐，她天天在电话里直播，说她见了什么人呀，吃的什么呀，穿的什么呀，可新鲜了。喂，老板啊，我跟你说啊，那10包牛仔裤你肯定是要给我退的啊，你要不然就退货，要不然你给我换拉链啊。不是那拉链老卡，我跟你说了100遍了，老毛病了，你就为了省那几毛钱。你说你换一家5金件能少多少麻烦呀？啊！人家战信服装城的人老找我呀，又不找你，什么呀？运费，大哥，运费肯定是你要来担的呀！哎，看着点啊！这行规你懂不懂啊？行规。不要再拿这个事情跟我来说事儿了啊！你赶紧抓紧时间给我搞定。我这刚出站，大包小包的拿着一堆东西，我是听不见呀。你声音大一点啊！信号不好，一会儿再打，一会儿再打，我到店里给你打啊！好，那先这样啊！好。姐，看好你的包。你看好你自己的东西就行了。说什么？哎，我等一下到地方打给你，好吧？Hey! You freaking step on my shoes! Can you see that? 你踩到我的鞋啊！你看不看到啊？咁點啊？走啊！諗住搭車啊！有病吧你！你以為我聽不懂啊？你才有病啊！表姐，表姐。就你们这表姐啊，我第一次见她我就很烦她。我去接她，然后我再折回来10几里的路，你不说谢也就算了，嫌我脏，不让我进他们家。那破水泥地有什么的呀？我天天在火车站抓犯人，我那鞋踩得乱七八糟的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全大员就她最虚荣，把脸转过去。你姐也是傻了吧唧的，谁的话她都信。那南方遍地都是钱，等着你们去捡去，真逗。他也就是跟我置气，你也别当真。围巾递我一下。啊。哎，我换完了，帮我送一下。你比你姐还牛。谢谢。别客气。他电话你打通了吗？不接，你回头给他发个消息吧，让他回来以后给我发个消息。你快点吧，上个夜班你捯饬成这样给谁看啊？我也得上夜班呢。哎，这身好看吗？没你姐好看，你脖子太长，不过戴上围巾挡一点还可以。走，快点。吃不着萝卜嫌萝卜酸。你都是老客户了，我能蒙你吗，姐？行，我再去转转再过来。哎，那个牛仔裤还给你留吗，姐？5金件升级了，拉锁肯定没问题，姐。来吃饭。我这搞一下啊。吃饭喽。来了很多人啊，来找你，说啥都不行。你说星期六课上午也有吗？你说晚上去呗，你说耽误买卖。哎，你看这些卖衣服的人，有一个算一个啊！哎，热的脚后跟都是汗，站一天那腿肚子都酸了，你说能挣几个钱呀？啊？你说你大老远跑来，不是你想挣快钱吗？回头啊，姐带你干别的去，
来钱快的。我这样干涉着，等攒够钱，明天回大连服装城，我也包过他。你说说你啊，大鹏一天到晚给我打电话，你也不接电话，那我也不好接呀。哎，大姐，我们店进新货了，进来看看呀。大哥，你说话呢？你这天天瞒着能瞒到什么时候啊？那个批牛仔裤的大姐可能下午还来，你别走啊。今天还没开张，怎么着得把她这单做了。哎，实在不行就给个折扣呗，就按那个折扣，你说呢？行，赶紧都给我处理了，打折卖，比钱就卖啊！好，省得我交接起来麻烦。店我盘出去了，接单挣钱去。再回答我一次！我不干，我干不了这个。以前的都在家里卖不掉，哪有钱买新的呀？你先听完呀，那老师马上就教咱们怎么找钱了，又不花你自己的钱，你找亲戚找朋友啊。哎，就这个东西，来，你看看，挣大钱。这不都说了一晚上了吗？我找了，我找不来。这是南方，不是从大连火车站到五龙口，咱俩干不了这个。大鹏呢？你把他找来，他肯定来。啊！你没戏吧？火车站，你踩到我的鞋，忘了吗？你住这个小区啊？我就住在隔壁那个小区。你看起来很不开心哦，要不我请你去喝一杯？滚！鹏哥知道咱俩有联系，他多贼呀！你瞒不过他。哎，你机灵点儿，你别被他炸出来啊！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你不是说一过完年就回来吗？那服装台的生意你还保不保了？再看看吧，到时候再说。你不是不回来了吧？家里都还好吧？都挺好的，就是鹏哥天天跟我问你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你回不回来？钱也没挣多少，现在回去像什么？再看看吧，看看有什么好项目可以搞。行吧，那你要是看上什么项目，你带带我啊。哎，我着急出门，先挂了啊，回头再给你打啊。出去吗？哎，出去了。多谢啊，小慧。谢谢啊，好漂亮啊！我也觉得。适合配裙子。嗯。走了啊。嗯。
Welcome。你刚定很好看。要带安全带。插到这里，这样才安全啊！坐船吗？出海怕不怕？船上有大夫，还怕什么？出发！闪开！别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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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别看了！闪开！闪开！别看了！别看了！来，让一下。对不起。听我跟你说两句。你别跟着我。不是，我想跟你说丢钱的事儿。我不是跟踪你。我被有些话说过头，没意思了啊！你心里什么都明白，还问那么多干嘛？你给自己留点面子，给我留点脸不好吗？你再跟着我报警。我没想跟你说那事儿，我跟你聊点正事儿。你忘了你爸腿是怎么瘸的了吗？我是要办案，给我2分钟行吗？贼啊，分很多种，不管是吃哪行饭的，不管是拿刀片的，还是拿镊子，他们偷东西的原理，万变不离其宗，就是吸引你的注意力。你相信我，你现在把眼睛闭上，闭上。
有时候脑子记住的会比你自己以为的要多，只是回忆细节需要技巧。我教你找出那个吸引你注意力的人。我想不起来，人太多了。别着急，只管往前走。他不一定在你跟前，在什么位置都有可能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丢的钱，太挤了。接着往前走，别着急，他们总会来找你的。有人晃我的眼睛，有人踩我的脚。钱就是刚才不见的，找找是谁晃你。我再看，看清了吗？能看清他吗？能看清吗？看清了，是他吗？是他，就是他。所有的人都朝我走过来，只有他没动，晃我的眼睛。宁可冒险，也要给眼角膜收个尾啊！有意思。什么眼角膜？奔驰车挺贵的，谁给你买的？老子自己挣钱买的。今天怎么不说恭喜发财了？劳力士，真的假的？什么叫名表啊？大人物戴就是真的，小人物戴就是假的。反正我就不喜欢戴这玩意儿，花多少钱也没人信，鸟都不信。鸟跟人一样，也会开小差，也会闹脾气。喂它多了呢，它会得意；喂它少了呢，它会不高兴，横竖给你脸色看。要花心思啊，麻烦得很。啊，那个白衣服女人包里的东西，我放到售票厅的保管箱了。216。啊，这个是你的。你之前来我这里修表，你年纪大了记性不好。搞丢了，这是赔给你的钱。有没有警察？每次都得编一个故事，不嫌麻烦也要累死。小心驶得万年船呀！10000年，太久了吧？等你有了孩子，你就明白了。时间过得飞快，一转眼呢就要退休了。叔。你不打算干了？总有干不动的时候啊，迟早的事儿嘛。那个女医生呢，也不干了。人各有志，她怎么想的，我怎么知道？刚黑发财。哎，别装，说。我哪知道领导要来啊？1个半小时吧。啊，行。他要能等，你就让他等我。啊，好。头叔就这样了，
多说别的也没意思。这事儿我不地道，我应该跟你说一声。甭在心里嘀咕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不是包养。他是帮过我，当初要不是他，我要么就得卖戒指，要么就得卖自己了。我跟我表姐欠过高利贷，但我不是因为这样就跟他好。我也没想到会是现在这样，早知道我就不来了。本来就想着要回去一趟，时间都定了。你这次要是不来，下礼拜也就见着了。本来想着回去再跟你说的，你明白我意思吧？他女朋友多，不止你一个。我知道。小心传染你一身病。你那块心肝怎么样了？行，除了肝火有点旺，剩下的都挺好。水土不服吧？我刚来的时候也这样，回去就好了。哪天走来着？买都买了，给我念下。你爸那边回头你自己跟他说吧。他最近气管不是特别好，老是咳嗽。等这个冬天的时候，我抽空带他去趟海南。东北有个亲戚，也有气管炎，老咳嗽。到了东北啊，不是，到了海南啊，一下就好。其他的没什么了。放学怎么样？挺好，挺好。还在那儿工作，但干得不开心。那个想照相，想要开个婚纱馆，你爸不同意。不是怎么知道行不行？啊，就是得和你一样。哎，关键是你爸说什么你们也都不听啊。当初不让你走，你不是还是走了吗？我一个人在照相馆一直等。我也知道，你跟我在一块儿委屈，我都明白。对，心里什么都明白，你就是不说，憋死也不说。傻子才不说。我要知道你走，打死我也要给你拽回来。说一声啊，你给我留个条子也行啊。我一夜之间头发就全白了。太狠了吧！眼睛里边像长了个枣核，天天疼，一直眨眼睛。他在香港有老婆，没孩子。已经离了，下个月我们就结婚了。
那我就祝你们个百年好合。掐了！你没看这里有个小孩吗？你只顾自己不顾别人。先是白板，再是红中的摩托店，现在还敢炸广叔的发廊。你去告诉所有人，把手里的活全停了，全去给我找人去。让他们都去找人了，一定抓住那几个中心仔。我在想啊，其实我的运气也真不错。如果昨天晚上我在店里的话，就变成这个烧王。现在就是根据我们之前掌握的情况，基本上可以锁定就这几个人。但是这帮人吧，挺谨慎的，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不轻易出手。而且经常有时候他们还设计一些巧合，互相之间打个配合。现在就是这个时间还是有点紧张。因为这帮人也不是经常作案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守株待兔，逮准了机会。我觉得如果要是时间再多出几天，抓捕的机会还是有的。来了，坐。那个眼科医生什么都不肯说，另外有了线索，但是抓不了现行，已经锁定了目标，但是抓捕的时机还得等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这个眼角膜的案子督办时间按规定是完不成了，对吧？我这么理解，没问题吧？是有点紧时间。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等待，等那些贼再出手。假以时日，滴水穿石。但是，
如果他们不作案了呢？退休了，换地方了，金盆洗手了。像你说的那样，那个贼头，每次作案还不自己动手，对吧？啊，郭鹏飞，你计划哪天回大原呢？领导有东西要捎过去，就这2天。好，您要是看我不顺眼，我连夜走也行。大鹏也是，最近就没怎么睡过整觉，那几个贼也是他给抓回来的。大鹏，辛苦了啊！不辛苦，花姐，您不用替我说话。领导的意思我明白，都着急，大家都没好好睡过觉。咱们都想把案子破了，可是破案要遵循规律，咱们得讲道理，对吧，领导？您这天天在办公室里拍拍桌子发发火，我们腿儿都快跑断了。想抓人，你得给时间、给条件、给思路。没有这个，你给我个网兜，我也能把鱼抄起来。实在不行，你给我根杆搅和搅和，没准我也能碰着他。说人话。就是这伙贼，他不简单，他不是一般的贼。除了值钱的，他们就喜欢弄那些新鲜玩意儿。就这钟表的这个老板，然后就是那女大夫。我们得想个办法，分析他们会实施的计划，等他们动手，咱们才能稳准狠的抓人。什么东西？我跟您说过呀，奖杯，希望足球杯。滚犊子！你别老说滚犊子！我告诉你，你破不了案，咱们全都得滚犊子。怎么说话呢，大鹏？有事儿好。你就会说这句话。世界杯丢过3回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坐下说，坐下说。阿芝，你给加点水。给我出去！你刚才去哪儿了？你是不是又那什么吃多了？记住一定发火，小伙子。我要是不生气，他就听不进去。人家现在也没听进去啊，他也生气啊。哎呀，懂个屁！他得演生气。生完气以后，他就得同意，不同意没办法，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。你觉得肯定投奖杯，那伙贼肯定动手吗？大概率吧。你去，把人盯紧，老大不出手，别人不一定。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吗？我知道您也有您的压力，上头肯定是要求严格，咱时间又紧，是吧？但您说咱这行是不是捉贼得捉脏？我也想赶紧给抓着呀，但他时间就是个问题，真的，崔局，我不能捡漂亮话，完糊弄领导是吧？您说是不是？你们说的那个奖杯，如果你们一直坚持想试一试，我是说如果啊，如果你们有足够的把握，也不是不可以。但是，必须得拿出一套具体的方案来，我们再议啊。嗯，好。我刚才没生气，技术性发火。行，要您的，崔局。走了。行。哎，那个李红旗家里的事闹到局里了，人家拿着他之前的担保信，说已经起诉了，有理有据的，影响非常不好。局里的意思呢，先暂停一切工作吧。暂停什么意思呢？免职啊？建议是这样，后续再看看怎么处理吧。嗯，好。他出差了。啊？刚走中午的车，要不然过个2、3天他回来了，咱再执行，您说呢？哼，出差了。啊。
不会去黑龙江了吧？是，佳木斯。够远的。等他回来，这个事儿我好好跟他聊聊，然后让他按流程办呗。您说行吧？行，你觉着合适就行。哎呀，大伙儿都挺辛苦，伙食搞好点啊。好嘞，崔局，慢走您。哎，得了。干得好好的，怎么就要给他转出去了呢？打烊了，明天再来吧。明天我有事儿，麻烦您。今天帮我个忙。又摔了一下，不太准了。上次就表蒙的坏了，走路这么不小心啊？好眼力，好记性。不就这几天的事情吗？戴这种表的人又不多，这都记不住，那真要老年痴呆了。是，现在这些外边年轻人天天都是电子表跟手机啊，谁还有功夫上调啊？你这个年纪还到处打架，真不多见啊！好眼力啊！人生啊，就是有好多无奈。您说我一文化人，也被逼得抡起皮带来了，抡还抡不准，削着自己了，真是尴尬。记性没问题，可能是受潮了。你没带着他游泳吧？我这忙呢，连澡都没时间洗，还游泳。我这在哪儿上班啊？这么忙？保卫科。哦，第一次听说，一直以为车站只有派出所呢。都差不多，有的时候我们也给他们搭把手。火车上丢了东西，我们也帮着抓贼。乱哄哄的，能找得着吗？那得分人，看看贼的水平，新手好说，老手就有点麻烦。我听那帮警察跟我说哈，这抓贼啊，最重要的就是对眼，眼对眼，面对面。老警察一眼就能把贼看出来。就像我这样看着你，
假设你要是警察，我是贼，我就完了，怂了。没事儿，晚上多看看他，找块布擦一擦，不受潮就没问题。聊会天的功夫就修好了，真是好手艺。多少钱？再好的手艺也有干不动的时候啊。转出去，退休了。转表不收钱。您这手艺没打算往底下传传？转给你啊。我可不行。多谢您忙着。嗯。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这种小人物来搞，事先什么也不说。本来以为就是偷谁点钱，当个贼最多判几年，杀人可是要枪毙的。那么大一块广告牌，咣的一下就砸那个人头上，当时就死了。你是没看见，眼睛都闭不上，就那么看着我。以后万一公安查起来，他都是在修他的表，那杀人犯是我呀，你也不会有问题。每次出事情的时候，你都是在给人看病，所有的风险都是我担着，钱1分也不会多给我。就像今天，偷的是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，放在寄存箱里我就得走，是不是连财神都不肯去，你们就让我去啊？你不想干可以拒绝啊。干这行的都有自己的地盘，我不干，你们会给我饭吃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个医院？你之前跟过我。你那么聪明，编瞎话也没意思。反正风险都在我头上，万一哪天我再被别的贼打，我也得知道去哪儿找自己人，不是？你来就是跟我诉苦的。你也有苦啊，对吧？但你就是不说。你再不说，我就走了。以后咱俩干吧。你出主意，我跑腿儿。所有的危险还是我顶着，和你没关系。原来的4份钱，变成2份。你点点头就能多1倍的钱。我要是你，我就同意。佛爷也太欺负人了，他就不配拿那么多钱。反正财神也死了，咱俩以后可以单干。他要是再欺负你，我就替你出头。佛爷会这么安安静静的看着你这么干吗？佛爷已经老了，退休是迟早的事情。人是扛不过年龄的，他说的。广告牌的事，公安唯一的目标只能是你，他随时可以揭发你。我知道，所以我等个机会干掉他。我要是不同意你的建议呢？我知道你住在哪儿，在哪儿工作。你弟弟在哪儿？我和财神只是手和脚，佛爷是心脏，你才是这个团伙的大脑。李大夫，
你要是不同意呢，我就打110告你。世事难言，头一瞬日